但是对于那些耗尽了积蓄备考多年的印度底层青年来说，这并不是什么事故，而是他们人生努力的向上攀爬的这个登天梯啊，被整个拆掉了。截止到7月份，已经有超过20名考生因为绝望选择了自尽。这场丑闻直接点燃了印度现在最火热的青年运动，他们自嘲的那个蟑螂党啊，这个词儿本来是印度首席大法官骂这帮失业青年的，结果却精准的概括了这帮年轻人的处境。印度25岁及以下的青年失业率接近40%，大学生毕业失业率更是离谱的高达67%。每年1200多万年轻人涌入劳动力市场，可是印度没有完成工业化，根本提供不了这么多的岗位。7月20号，上万人冒雨冲击议会大厦，换来的是印度警方的催泪瓦斯和警棍啊，又是一条风景线。当年轻人在城市里为了一张公平的考卷都要挨辣椒水的时候，数十万的印度农民正在从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向新德里进军。那他们在抗议啥呢？抗议的就是现在又在重新谈的这个美印自贸协定，2月刚谈下来，然后被判违宪，现在要重新谈。那美国呢，继续要求印度大幅降低大豆油、玉米等农产品的关税。要知道，印度有40%以上的劳动力是靠农业活命的，但农业又只占它 GDP 的15%左右。这种本就非常脆弱的小农经济，一旦让享受高额补贴的美国规模化的农产品冲进来，那就是灭顶之灾。不仅仅是农业，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安提拉邦在抵制跨国公司的数据中心征地上面啊，也在斗争。所有的这些愤怒啊，实际上都在指向一个核心的逻辑：印度这些年吹上天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，根本没有惠及到真正的个体，反而是在不断的剥夺个体的生存的空间。莫迪政府这些年啊，深耕大国营学，整天把 GDP 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4，印度制造崛起，全球南方领袖这些词儿挂在嘴上，营造出一种啊势不可挡的崛起幻象。好多自媒体啊跟着鼓吹说，哎呀不可低估。但这一层一捅就破的窗户纸背后，国力的底色其实是无比单薄的。那按照数据计算，2025年印度 GDP 确实到了 4.19万亿美元，全球第4。但如果把13、14亿人口这么一除，人均 GDP 大概有2800美元，在金砖国家里牢牢垫底。如果再把顶层的 5% 的富人剥离出去，剩下的10多亿人口的人均收入连1130美元都不到。全国10亿的劳动人口，只有区1亿人有正式的工作，剩下90%全部在非正规经济里面打零工。而且他们算就业率的时候，是每天只要工作4小时就能够算是你已经就业了啊。那这样的人其实是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的。印度的人口红利正在因为失败的工业化进程，缺乏足够的社会分工而变成人口负债，所以才会有蟑螂党的出现。真正的国力护城河永远都是制造业。莫迪刚上台不就喊着2025年要把制造业占比拉到 GDP 的 25%，11年过去了，这个比例不但没涨，反而从 15.4% 掉到了 14.3%。那个搞得轰轰烈烈，耗资230亿元的生产挂钩激励计划补贴发出去不到 8%， 企业实际的产值连目标的40%都够不上。除了靠组装手机弄出来点动静在真正决定未来大国话语权的半导体、高端装备和精密制造上，印度是交白卷的程度，连最基本的鞋底模具，他们本土的生产周期都要比我们慢2到3倍。工业体系这种东西，它是实打实的硬东西没有这个底盘，你哪里来的自主国防能力？哪里来的高质量就业？哪里来的经济韧性呢？那现在一直号称自己要国产自研的这个战斗机，也因为缺乏核心的引擎现在陷入停滞。很多人总觉得印度大有可为，在地缘上长袖善舞，又能拿着西方的技术和资本，又能吃到俄罗斯廉价的能源红利，再加上这10几亿的人口，就好像有人就一定有未来一样。但实际上，人口红利一定要跟教育水平和工业化程度挂钩，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岗位相结合，才能叫人口红利。没有教育，没有社会分工，红利红不了一点。现在的国际现实就是对印度骨感的未来的真实写照。美国、伊朗、俄罗斯全都无视印度的交涉，我行我素，连起码的歉意都没有。真正的原因就是那么赤裸，你不配。在没有被507空战打露馅的时候，印度这个饺子尚且可以靠着所谓的巨大的潜力，在各个大国之间游走，然后呢这个骑墙，靠给西方世界画所谓的第2个世界工厂，成为第2个东大的这个饼，赚一点统战价值的快钱。可一旦被打漏了馅儿，大国之间的摩擦开始拼硬实力，争夺新的规则定价权的时候，印度这个片汤就成为了最先被牺牲和出卖的那个标的。那这种国家它就是有体量没有骨架的国家。
印度就是一个有着小国思维的大国，小国的尊严啊，才总靠一些水分大的惊人的 GDP 排名啊，几张国际峰会的合影啊，或者政客天马行空的口号来堆砌。真正大国尊严的底层逻辑就是那么残酷又真实，全凭硬实力。小国思维从不考虑宏大叙事会不会反噬，别说打肿脸充胖子，你就是让他马蜂叮一头包，他都要装胖子。过了今天，谁知道明天还有没有了？能膨胀一天是一天。可印度又偏偏是个超大规模人口和疆域的国家，用这种小国手段，日本可以用得，印度它却用不得。广域多人口的治理是非常技术性的智慧，而印度因为短视导致的国力持续的衰微，这样的底色根本承载不起那份极度膨胀的野心。什么叫营学？这才叫营学啊！没有扎根民生的发展，也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作为承重墙。所谓的华丽的大国的梦想，最终不过是一场由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来买单的易碎的泡沫而已。某些人如果特别喜欢反思问题，就不能听自家好。我觉得你可以去印度啊！因此，印度啊，现在终于以这种滑稽又充满了讽刺的现实，狠狠也打脸了公知当年的那句啊，不要大国，只要小民的论调。那现实告诉你，没有大国的尊严，哪里来的小民的幸福？这么长都看完了，关注一下吧。